为了把可亲可敬的傻皇帝孝惠皇帝司马衷从土匪帮子司马颙手里解救出来，司马越放手大胆启用胡人力量。5月，上期提过一嘴的祁洪率领鲜卑骑兵攻克了关中的最后一道关隘灞水，随后鲜卑人涌入了西京长安。鲜卑人对长安是没有任何情感的，不要说长安是大汉旧都，也不要说长安是河西重镇，更不用说这里是黄鱼所在，军威浩荡。鲜卑人只把这儿当成是一块肥肉。实在进城之后，鲜卑人纵火抢劫杀人，被当场残害致死的就有2万余人。西京所在的大小官员疲于奔命，逃往长安周围的深山里，只能靠捡野果子吃来活命。然而这样的景象却要反复而长久地出现在北中国地区了。傻皇帝司马衷自290年登基起，在位17年，发生过无数大小事件，一有权臣把持朝政就会改元，用了多达10个年号，分别是永熙、永平、元康、永康、永宁、泰安、永安、建武、永兴、光熙。这些年号大都包含着对未来的美好寓意和对和平的憧憬。只可惜啊，最汹涌黑暗的时代配上永远太平、永远安康、永远宁静这种美好的年号。当八王之乱结束的时候，人们回忆起来这些年号，仿佛更像是一种无情的嘲讽。晋书卷59列传第29记载了宗室当中深度参与内乱，对江山覆灭和晋室倾颓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8位王爷的事迹，即我们通俗所说的八王之乱。这些人如同走马观花一般，迫不及待地登台亮相，又争先恐后地走向深渊。这篇史书的最后，史官痛心疾首地一个一个列举了诸王的罪责，诸如汝南王司马亮优柔寡断，赵王司马伦庸碌猥琐愚蠢奸邪，齐王司马囧首倡起义，却忘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只想着醉心纵欲等等等等。我们不知道这些评价是出自于晋书编写组的一位普通编辑干部，还是直接由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亲自撰写。在史书的最后，他触目伤怀地说道：地经兵少，强敌进逼，于是朝廷被挟持席卷，宗庙被毁坏颠覆，几十万百姓丧命于豺狼之口，36个藩王葬身于刀锋之下，尸骨焚毁，骨肉相残，祸乱之罪自古未闻。胡虏惊天而起，戎狄祸乱江山，宗室内部内斗不止，外敌利用矛盾相互仇杀，背负。八王之乱结束了，一直苟到最后的司马越成了最后的赢家。本来只有5弟子嗣才能参与权力的游戏，才有资格在皇后贾南风死之后，尤其是太子司马昱死之后，去争取皇太帝的资格。搞笑的是，最后站在权力顶峰的竟然是在血脉关系中最疏远的司马越。先帝5弟司马炎25个子嗣，如今只有皇帝司马衷、皇太帝司马炽和吴王司马晏在世。司马衷称之为孤家寡人，也确实不为过。在经历了死老婆、死儿子、死兄弟，被俘虏、被挟持、被圈禁、被射伤之后，光熙元年306年9月，司马衷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了洛阳的皇宫。甚至不知道该不该去惋惜这个被所有人甚至后来人嘲笑的大傻子，这个遍地野兽的皇室里仅存的厚道人司马衷，他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2个多月之后，11月17日，傻皇帝司马衷在显阳殿猝然驾崩，时年48岁，结束了他荒唐、可怜、可悲的一生。关于司马衷的死因，毋庸置疑是死于非命。有所争议的就是到底是谁毒杀了皇帝陛下。史官很严谨，但有很明确的指向司马越，暗示是这个八王之乱最后的胜利者想要大权独揽，从而用毒饼毒死了傻皇帝。但是这个比八王之乱中所有事件都更严肃、更石破天惊的事件，整个朝廷上下却全部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了低调处理。没有人去为司马衷的暴毙负责，也没有人讨要公道，更没有人为缥缈的天子尊严去抗争。所有人都在这场大变化之后抓紧时间站队。现在还能勉强在朝廷里维持富贵人家的，不由得去想，大清皇帝宾天，未来帝国会交到谁手里呢？在未来的朝局中，我会进步吗？还是会被淘汰出局呢？于是尽管山河破碎，尽管胡人建国，叛军肆虐，流民汹涌，但是激进的上层人物们
还是头也不回地选择了我晋的老传统内斗。我晋朝廷再一次内斗的焦点是谁来继承江山这个问题。尽管很多朋友都知道杨宪荣杨皇后5次被废6次被立，最终在国破家亡的境地下又嫁给了胡人首领后赵皇帝刘耀，不可谓不悲惨，但是政治人物还是要以政治视角来看待。眼前的情况是，以杨宪荣为代表的势力想要把江山传给司马秦，而以司马越为首的藩王势力却想让皇太弟司马炽接班。简单来说，朝廷里有2股力量，就谁来接班这个问题展开决斗。在司马衷的太子司马昱被贾南风残杀之后，早在4年前的泰安元年302年，司马衷的皇太孙司马尚也去世了。自此为止，司马衷的子嗣全部丧生，如果再立皇储，也只能从徽帝以外的皇族中寻找了。302年，那时在朝中说话比较管用的是齐王司马囧，他为了限制成都王司马颖，主张把皇储的位置传给司马秦，理由是兄弟之子如同亲子。就这样，无辜的司马秦被推到了历史的舞台前。302年5月25日，司马秦被立为皇储，此时他只有7岁。残酷的政治斗争让司马秦的命运逐渐走向悲剧。2年之后，304年2月，司马秦皇储的位置被司马颖废掉，司马颖自己成了接班人皇太帝。5个月之后7月，司马秦又再次被立为太子。但是1个月之后8月初3，食人魔张方进洛阳，再次废掉司马秦的太子之位。与司马秦同时被废又被立的还有皇后杨宪荣。让诸位司马围绕太子和皇后打得不可开交的根本原因在于，到底谁才是这个国家名义上的正统代表这个问题。等到参加权力的游戏的司马囧、颖、义、勇等纷纷下线，最后胜利的司马越似乎确实没有染指皇位的打算，当然也有可能是还没来得及染指。现在傻皇帝一命呜呼了，朝野各方面对接下来的更替之事都有自己的意见。杨宪荣主张继续立司马秦为新帝，因为司马秦登基的身份是太子，这样杨宪荣就可以顺利成为太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朝政。也正是出于杨宪荣这样的思考，司马越一方面要防着满朝汉臣，一方面还要控制住正在崛起的皇权和强势的外戚。于是司马越的意愿是强力促使司马衷的旁支弟弟太帝司马炽登基。光熙元年11月，杨宪荣率先动手，他派人催促太子司马秦快点进中央，赶紧履行法定程序，赶紧登基。另一方面呢，司马越一党也赶紧让司马炽进宫，抢夺时间。经过一番斗争之后，皇太帝司马炽顺利登基，以杨宪荣为代表的皇室权力再一次背下阵来，以司马越为代表的强势藩王再一次胜出。不过呀，双方都不需要等太久，大概还有6、7年，那时皇帝和藩王说话都不管用的门阀政治时代就要到来了。按礼制，皇太帝登基，太帝把自己母亲立为太后，而元皇后只能以皇后的身份迁居至别处。简单来说，元皇后杨宪荣被出局了。同样出局的还有司马秦，不过司马秦更令人悲伤一些。没过多久，有人继续打着司马秦的名号再行废立之事。司马越为了以绝后患，把司马秦幽禁在金庸城，随后不久杀死。死的时候司马秦只有14岁。司马炽按照司马越的设想走上台前了，改年号为永嘉。但是司马炽甫一登基，就对司马越展示出了强硬的姿态。司马越始料未及，他没想到自己树立的傀儡竟然这么强硬。不过司马越也没有很担忧，在他看来，你问我支不支持怀帝，我当然支持，但是怀帝毕竟还是too young，我作为一个长者，有必要给他传授一点人生的经验。于是司马越选择退而求其次，准备离开首都，回到大本营，耐心等待观察，伺机反扑。皇帝司马炽再也不是之前那个任人摆布的傻憨憨司马衷了，他当然清楚司马越的想法，但是现在自己刚刚登基，必要的妥协还是要有的。因此他虽然没同意司马越回到藩国，但是准许他离开首都，出镇许昌。为什么出镇许昌呢？因为眼前的帝国已经危如累卵，四面楚歌，10万火急了。八王之乱的10几年里，诸位司马打得死去活来，但别人
可从来没闲着。等到怀帝司马炽登基的时候，摊开地图，整个国家的局势是这样的：帝国境内已经出现了2个国中之国，匈奴刘渊被司马颖放走，回到了山西老家。刘渊在跟鲜卑人打了几仗之后，在左国城称王，定国号为汉，正式建立政权。这个咱们下期重点讲。天下未乱蜀先乱，在怀帝登基的同一时间，李雄在四川也登基称帝，四川地区建立了巴堤人的自己的成汉帝国。怀帝刚刚登基1个月，李雄的部队就打到了凉州，马上有饮马长江的趋势。怀帝刚刚登基2个月，王弥在山东起义，青州、徐州所谓的盗贼遍地，宋丕、庞抗2个太守死于刘民军的进攻。去年年初，成都王司马颖的故将公师藩起兵造反，理由是想要迎回司马颖。公师藩率领成都王的旧部和活不下去的流民，在河北地区肆虐，尤其重点进攻邺城。面对这样的情景，司马越开始布局，晋朝开始了密集的人事调动。正如刚才所说，司马越自己镇守许昌，守卫京畿的前哨重镇。此外，司马越的二弟司马腾从山西高原调到邺城，都督河北诸军事。为啥呢？因为整个滨州几乎都要被刘渊全部占领了，再待在那儿，司马腾早晚成为俘虏。空出来的山西地区，司马越让刘琨接任。刘琨先生由此深入敌后，开始了在黄土高原上与匈奴人相爱相杀的卫国战争。司马越的三弟司马略前往长江沿岸镇守襄阳，与之同行的还有琅琊王司马睿都督扬州。按道理讲，司马睿在这个格局下是没有什么机会继承大统的，名分再正，能正得过司马略吗？所以司马睿的上位也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这个咱们到东晋开国的时候再细细讲来。司马越的四弟司马模任征西大将军，秦、雍、梁、益四州一肩挑，镇守长安。似乎布局很到位，似乎我进朝廷还有战略高手，似乎战略反攻阶段就要开始了。但结果却是5月，吉桑和石勒攻陷邺城，当场斩杀了都督司州、冀州诸军事的司马腾。他们一把火烧了邺城王宫，大火10日不灭。两人在抢完珍宝财富之后扬长而去。可怜的邺城啊，去年刚被王浚大屠杀，今年又被吉桑石勒毁坏。吉桑石勒就是公师藩招募的流民和豪强。当大晋朝廷好不容易把公师藩斩杀了之后吧，他手底下的几个骨干力量逃回山野，继续练了之后又再一次反扑，这其中就有已经渐渐做大的石勒。一个人的命运啊，就是不可预料。你说我一个杂胡奴隶怎么就当上了大皇帝呢？隋朝统一天下之后，一个问题摆在统治精英阶段面前，在东晋16国和南北朝的众多割据政权当中，究竟谁才是正统呢？建立隋唐的英雄们自己身上就有个胡人部落的血脉，但又要奉衣冠华夏为正统，所以啊，在晋书当中有一个创举，就是对那些不符合尊王攘夷的说法，但又确实在历史中成就一番霸业的所谓的蛮夷，采用载记来记录。晋书卷140载记第4就是石勒的记载，当然载记第1是我们大汉的皇帝匈奴的单于刘渊。石勒毕竟也是后赵的开国皇帝，所以本着为传主美化的立场，石勒的发家前的历史充满了晋书魔法目录的意味。石勒降生的时候也被史官安排了皇帝才有的待遇，天降异象，说他出生的时候屋子里面突然布满红光，飘出白气，好像那个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一样。青春期的时候，石勒跟着乡里人去首都洛阳跑生意，闲来无事靠在东门上长啸。我想了很久，实在是想不出长啸是一个怎样的动作，以及石勒为什么要在洛阳东门发癫。但是这一幕好巧不巧被后来的太尉王衍看到了。王衍听了这个长啸，觉得石勒不一般，给左右吩咐说，刚才那个吱歪乱叫的胡人小子，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来他有旗帜，将来恐怕会祸乱天下，你们赶紧把他抓起来。可惜侍卫赶到的时候，石勒已经走了。当然这段大概率是被编排出来的，倘若是真的，几十年之后王衍在自己生命的尽头就会恍然大悟，不光石勒的声音很奇怪，他杀人的爱好也很奇怪，自己就是被这个胡人小子用板砖砸死的。毕竟当皇帝的人从小就应该格外突出，
尽管是个奴隶，那也应该是个突出的奴隶。比如石勒为部里的群狐们所爱戴，比如石勒自家地里长出来人参，个个枝繁叶茂，比如石勒下地干活的时候，总能听到远方一阵一阵的脚鼓争鸣，仿佛置身古战场之中。回家告诉他妈妈，母亲大人说：“傻孩子，悠着点儿，你看你种地种的，累得都耳鸣了。”西晋泰安年间302年，滨州发生严重的饥荒和动乱，本来就身世凄惨的石勒，由此便开始了颠沛流离、流浪江湖、被卖来卖去的悲惨生活。302年这一年，正是司马雍、司马颖的军队包围洛阳，对城中的司马懿展开猛烈冲锋的那一年。远在百里之外的小奴隶石勒，暂时还顾不上朝野变动和天下格局，眼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下一顿饭吃什么？大饥荒岛间正在大肆抓捕胡人，准备卖给诸位藩王，到军营里充当苦力。幸亏石勒被人藏起来，这才躲过了官兵的搜捕。这是石勒第一次逃脱。继续逃荒的路上，没吃的没穿的，石勒即将被饿死。他实在没办法，随便在途中拦下一个人，不停地给他磕头，一边磕头一边哭，说自己又冷又饿，求大老爷给口吃的，给口喝的吧，不然真的活不了了。被拦下的人叫郭靖，他看这个小奴隶这么可怜，又难过又悲伤，于是把自己的货卖了换成钱，含着泪给石勒买了点吃的和衣服，这才保住了石勒去买卖奴隶。但是不好意思，不是他买卖别人，而是他又被别人给抓起来给卖了。当时建威将军严粹、滨州刺史司马腾在自己的辖区大肆抓捕胡人，减压到山东、河北各战场充当兵力，石勒就在其中，并且石勒的遭遇很悲惨。官兵们把2个胡人绑在一起，用1个枷锁套牢，一路上是又打又骂，经常克扣饭食，如果病死了、饿死了，就直接把尸体扔到路边。石勒大约是身体素质好，最后竟然活着被卖到了山东，在持平的石桓府上继续做奴隶。在这儿需要停顿一下，有一点我们务必要做到心中有数。一直以来都有人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避而不谈，但是必须要看到，许多年之后，石勒和羯人的最终起事，或者说造反，本质上不是因为汉羯之间的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普通汉人群体并没有对羯人石勒做出多么过分的事儿，而是他们的父母官们，比如整个滨州权力最高的领导者刺史司马腾，堂堂大晋朝廷建威将军严粹，北泽地区的司法负责人刘坚，是本应吊民伐罪、为民做主的他们，在没完没了的折腾、剥削、奴役、买卖民众。尽管史料中没有提到这些官老爷们直接买卖汉人，但是当官军说你是胡人，你就是胡人，说把你卖到山东就卖到山东，你又能怎么样呢？连自己的子民都卖，此情此景，大英帝国的非洲三角贸易见了司马家都要直呼内行。话说回来，卖给石桓之后，石勒身上又发生了一大堆封建迷信的言论，比如有一老妇说石勒面相清奇，以后必定做人主。比如现在下地干活，不光自己能听见脚鼓之声，其他小伙伴也能听到了。比如有人把这事儿告诉了石桓，石桓从一堆奴隶里面找出石勒这个小伙，左看看右看看，觉得石勒面相确实很奇怪，最后免了他的奴籍，放石勒成为一个 free man。 石勒虽然自由了，可是还是得找点营生，找个安身立命的事儿做做。石桓家旁边就是一大片马场，马场的主人吉桑经常来往于石桓的家，时间长了，石勒靠着一手相马的本领，开始给吉桑干活，好像日子终于平稳下来了。但这世道属实是要把人往造反方面逼。石勒好好的在河北邯郸地区跑生意，结果又被一股子散兵给抓起来，关到囚车里。幸好一群鹿从旁边经过，官军们把奴隶绑好了扔在一边去追鹿，这才让石勒再次逃脱。这已经是石勒先生第4次死里逃生了。再次重获新生的石勒先生终于明白了，这黑暗的旧社会啊，与其逃避和隐忍，倒不如站起来把它打碎。在这场伟大的斗争当中，无产阶级丢掉的只有枷锁，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石勒联合10几个在乱世活不下去的兄弟，号称18旗，落草为寇，打劫来往官商，并跟吉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简单来说，石勒在乱世当中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班底和人马。
虽然只是可怜的18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泰安3年304年8月，河北地区有了大的变化。在邺城都督冀州诸军事的成都王司马颖被王俊率领的鲜卑人大败，成都王司马颖带着皇帝连夜跑路洛阳，王俊则进邺城烧杀抢掠一番之后回到老巢幽州，而邺城、冀州、河北就这样被空了出来。这时候的朝廷格局只剩下西边龟缩在关中的司马颙和在东边联合了滨州司马腾、幽州王俊的东海王司马越。4个月后12月，司马颖在长安被废除皇储的地位，只保留成都王的封号。此时的冀州反正已经被司马越集团攻占并屠杀了，于是司马颙做了个姿态，顺手把冀州和邺城的军队职务给了司马越集团的司马模。实在司马颖被废，河北方面撕之，这一撕就撕出来了动乱。转过年来，司马颖的故将公师藩等人聚众起事，自称将军，在清河舒县起兵，发兵名义是迎回司马颖，人数有上万人。公师藩的起兵也给了石勒机会，吉桑和石勒带着上百匹良马作为原始股投奔了公师藩，正式参与到西晋的内战当中。吉桑作为汉人地主阶级，带资进公师藩的部队，获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职。这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地发现，自己手下这个能干的胡人小子竟然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一直按照节人的习俗叫他小名福乐，现在当官了可不能再这么叫了，于是第一次给他取了一个正式的汉族名字石勒。如果人生像一场电影的话，那么石勒拥有他名字的那一刻，或许就是他最终成为后赵高祖明皇帝的关键篇章吧。公师藩认为邺城是成都王司马颖的邺城，是我们的邺城，而不是你司马越集团的，因此公师藩的主要进攻方向就是邺城。原成都王帐下以公师藩为代表的楼泉、郝昌等人率领部队没完没了的袭击和骚扰邺城。邺城和许昌是攻卫经络的2处关键所在，为了保卫邺城，司马越征召苟晞作为支援。这个苟晞是个名将，也是个叛徒，是个杀人魔，人称屠伯，他将在永嘉之乱中展现自己的风采。石勒正是在跟随公师藩的过程当中，逐渐开始跨越阶级认知壁垒，逐渐成为一个能带兵打仗、眼光独到的将领。当然，他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是对于石勒来说，有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已经完成了。当年自己几次活不下去，都是因为官军把我们这些胡人当成牲口，肆意抓捕买卖，其中又有时任滨州刺史的司马腾。如今吉桑和石勒攻占邺城并斩杀司马腾，也可谓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了。至此为止，永嘉之乱的几个主要势力和人物已经纷纷上线了，大晋最后一次轰轰烈烈的首都保卫战也即将上演了。最后我们依照惯例再来个阴暗小故事。后赵高祖明皇帝石勒的引路人、老领导、亲密战友吉桑先生，年轻的时候孔武有力，声音洪亮，当年的小伙伴都很信服。更难得的是，他发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石勒这个奴隶，是石勒翻身的重要环节，也可以算是石勒亦师亦友的人。但是吉桑也绝不是什么深明大义、侠之大者，实在吉桑残忍少恩。6月酷暑，但他非要待在铺满褥子和皮草的屋子里，也不怕五歌，叫做士为将军何可休，6月重阴披豹裘，不识寒暑断人头。那么请问，吉桑的行为是民族矛盾还是阶级矛盾呢？比起种田的石勒，匈奴的皇帝，不，应该是全大汉人的皇帝刘渊，很早就来到了首都洛阳。他的地位很高，他的汉化程度很深，或者说他本来就是我晋的一个职业官僚。刘渊的人生起点也充满了封建迷信的色彩。刘渊的父亲是匈奴左部帅刘豹，母亲是呼延氏。魏国曹奂嘉平年间，有一天呢，呼延氏去龙门烧香求子，果然有一条头顶长着犄角的鱼蹦了出来，直勾勾地看着呼延氏，好久之后才离开。到了晚上呢，这条鱼化成人形又来了，
左手拿着一个光景非常的鸡蛋，给护颜氏说：“这是太阳精华，吃了保准你生儿子。”护颜氏醒来之后给刘豹讲了这个梦，刘豹也很激动，说：“以前我找人给我算过命，人家也说咱们家会旺3代，应该就是这小子了。”护颜氏怀孕也是怀神仙的节奏，13个月才生下刘渊。此外，为啥叫刘渊这个名字呢？那是因为他一降生，左手上就有渊字的纹路。这样的故事太过于光怪陆离了，魔法意味十足。不过接下来的故事就能够让我们管窥一下关系的作用了。刘渊7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刘渊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哀动左右。宗族部落里大人们纷纷夸赞他有礼节。提示一下，此时的刘渊虽然是个孩子，但是对汉文化圈的丧葬礼节已经是高度认可，而且入戏很深。家里有人去世了，亲朋好友来凭吊，但是出现在刘渊家里来宾名单上的人物着实不简单。最重量级的就是王昶，是当时大晋朝廷副国级的干部，3公之一司空。朋友们可以想想了，自己家族里面的红白喜事会有哪个级别的干部前来慰问呢？到了他上学的时候呀，刘渊就非常熟悉汉人的这一套，毛诗、春秋、史记、汉书无一不通。学完文再学武，练到妙绝于众，履历过人。简言之呢，刘渊按照古典贵族的模式，文武兼修，迅速成长。在这插一句，一个匈奴人汉化之后，会按照自古以来的模式兼修文武，而我晋的各种2代贵族们，这时候只会裸奔、嗑药、清谈，孰优孰劣，可以一目了然了吧？在老家的这段时间呢，刘渊结识了很多朋友，同样都是顶级勋贵，例如未来大晋的司徒、陆尚书事王浑。长大一些之后呢，按照惯例，刘渊要去首都上学上班，事实上则是做洛阳的人质，执行汉魏晋以来控制胡人首领的一种手段，并且在洛阳见到了我大晋的文皇帝司马昭。做人质期间呢，一直跟刘渊家族关系亲密的太原王氏王继反复向武帝司马炎引荐刘渊，甚至推荐刘渊做东南战区和伐吴的总指挥。第7期里面被杨俊坑死的杨瑶，此时是武帝身边的贴身武官，面对王继居心叵测的推荐，赶紧劝谏阻止武帝司马炎，说出了那句著名的暴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的核心观点就一个：陛下您要是真的放手刘渊平吴，那么平吴之后，估计刘渊就会割据江南了。实在，武帝司马炎听了之后一言不发，沉默良久。随后是更严重的秦梁之变，鲜卑首领突发舒机能发起反抗晋王朝的战争。旷日持久的战争从太史6年开始，到咸宁5年结束，总共历时9年。这9年间，秦州刺史胡烈战死，安西将军石建不能克，氐、羌、匈奴联合组成的北地胡反晋，凉州刺史千红被袭杀，随后连续3任凉州刺史皆死于战事。西北局势是糜烂不堪。就在这时候，同样是山西人的李喜也替刘渊自告奋勇，愿意征伐5部匈奴去解决鲜卑人。但这一提议再次被孔熙、杨瑶紧急制止了，并再次贡献了名言，说如果刘元海能平定突发舒机能，那谁能平定刘元海呢？要知道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啊。正因为如此，司马炎选择再次冷藏刘渊。其实到这时候，我想大家都会明白，刘渊的才能和德行是被当时大晋朝廷一致认可的，而且似乎刘渊的人缘和风评也很不错。当时的官场似乎对他没有很大的敌意，只可惜他匈奴人的身份每在关键时刻就被换下，由此一直在洛阳城里闷闷度日，蹉跎岁月。刘渊此时的心境是什么样呢？当他送别王弥的时候，对，就是那个30年后号称为飞豹，在山东地区横冲直撞，最终归附刘渊的那个王弥。在送别会上，刘渊内心极其伤感，流着泪对他说：我本没有做官的心思，几个好友屡次举荐我，却反而更是被刻意冷藏。我的命运恐怕是在这儿虚度青春，最后老死在洛阳了。所以今天在此就跟您永别了。实在，在座的人听闻这话，无不痛惜流泪。随后的很多年里，刘渊呢就亦步亦趋地按照大晋官场的规则，
每隔几年调动一下位置。在父亲死之后，刘渊接替匈奴的左部帅，随后又任北部都尉。杨震扶正的时候，刘渊升任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成为匈奴五部名义上的话事人。但事实上，此时的大晋仍然对匈奴有着一言九鼎的威势。例如，匈奴部落里出了逃叛的案子，朝廷随即就免了刘渊的官。刘渊呢，只能闲赋在家。再后来又过了7、8年，八王之乱当中，发了疯的王爷们纷纷拉拢各方势力，刘渊被司马颖拉拢进了阵营，象征性的恢复了兼五部军事的职位，但人依然是被控制在司马颖手边。刘渊的出生时间不清楚，但是按照他母亲呼延氏在魏嘉平年间求子，并且呢，刘渊还曾经在洛阳里见过摄政的大将军司马昭来推断的话，八王之乱的时候，刘渊至少50岁了。一个50多岁的酋长豪帅被一个26、7的废物皇子控制在身边。对于刘渊来说，30年的光阴就这样在洛阳城里悄然消失了，一眨眼只剩下苍老的躯体和破碎的山河，虽然是大晋的山河。在讲述了刘渊光复大汉征程之前，咱们先来点理论分析。站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回望历史，不考虑当下，历史上只有一个大乱世，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但春秋战国虽然也是分裂的大乱世，可那毕竟还有周天子在，所以在名义上仍然是天下共主。但是到了我晋呢，就跟春秋战国大不相同了。16国中大多数的胡人领袖都自称为皇帝，而且宣称自己应天承运。此外，从刘渊建汉，继承蜀汉刘阿斗，以光复汉室为名号，再到赫连勃勃去掉自己的刘姓，改姓赫连，自称上承下禹，宣称要复兴夏业，这些胡人政权都打着非常堂皇的旗号，同时呢，也都抱着极其宏伟的目标。然而事实上，都只是局限在某一地区的地方政权。我们暂时不要嘲笑他们的可笑，应当深刻思考的，我国封建历史中一个绝对的观念就是，无论事实上如何分裂，所有分裂政权他们都共同的承认只有一个中华，一个皇帝才是天经地义的常态，而分裂割据无论多久多乱，却都只是暂时的非常时期的表现。所以也就会有汉人的东进北伐，以及胡人的如前秦苻坚南下，并且苻坚作为一个胡人君主，还要怒斥偏居东南的汉人政权东晋是未开王化。事实上，他们确实都想一统中国。至于南梁、西凉、大成这些长久的割据政权，在他们割据期间，也从来没有一个政权敢于明确宣称分裂应该是永久且合理存在的。如果在中原大地上的政权都愿意承认分裂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会像欧洲一样，政体上大差不差，文化上似乎相同，彼此之间或和谐或局域，但整体上也算是平稳发展。但是中国人甚至是华夏的蛮夷们都没有这种分裂的观点。任何一个政权，哪怕是胡人政权，它的最高目标一定是尊王攘夷，一统江山，这才是16国攻伐不止，南北对峙300年，而最终走向浑圆一统的必然原因。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又跟春秋战国比较像，那就是五胡16国的征战也有一种争霸的意味在。好了，现在可以聊聊刘元海的复国之路了。自从八王之乱天下鼎沸以来，匈奴人里面一些头头脑脑就敏锐地意识到，当前一个时期是恢复匈奴荣光的窗口期，要好好把握。刘渊的爷爷辈刘轩等人宣称，当初匈奴跟大汉约为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今司马氏骨肉残杀，天下一片动荡，我们建立国家，复兴祖业，大概就在这时了。于是呢，当刘渊还被扣留在司马颖身边的时候，匈奴本部里面的左贤王刘轩等人就一同商议，想要推举刘渊为大单于，为下一步匈奴举事做好准备。大家一致推选刘渊的理由就是，左贤王刘元海的姿貌、风仪和才能超人绝世，上天倘若不是要光大单于，不就虚生这种伟人了吗？不过此时司马颖的智商还是在线的。当刘渊以回老家送葬的理由向司马颖请假的时候，司马颖拒绝了。刘渊就只好让五部的大小头领自行招募勇士，打出声援司马颖的旗号，静静等待事情变化。等到王浚率领匈奴人来势汹汹地扑向邺城的时候，刘渊在一通忽悠之下，终于得以解脱司马颖，回到了山西老家。细节可以看第12期。
这时候，匈奴五部的贵族好不容易等来了刘渊，随即给刘渊上了大单于的封号。仅仅过了20天，刘渊就汇集了5万兵马，驻扎在离石要塞。等到王浚大败司马颖的消息传回到匈奴，刘渊就气不打一处来，破口大骂道：“司马颖真奴才也！给他说了要坚守邺城，捍卫根据地，结果这厮一败涂地的跑路了。”骂归骂，刘渊还是准备出兵协助司马颖。毕竟有言在先，并且真的集结了右余路王刘景、左独路王刘延年等人的步骑兵2万人。就在这个时候，匈奴的贵子们不同意了，以刘轩为代表，大家劝止刘渊说：“晋朝无道，奴隶欲我。现在司马氏自相残杀，这是上天要毁灭晋朝，将天下授予我们，夺回东汉，呼韩邪单于拥有的土地疆域，重建匈奴国。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赶紧建国吧，大单于不要再犹豫了。”刘渊则表示：“大家说的都对，你们非常熟悉匈奴那一套，但是还是要加强学习一个。你们毕竟还是不了解中原政治。如果今天匈奴要起兵，应该效仿的是大禹王周文王。现在我们匈奴人可以1个打10个摧垮晋朝，必将如同摧枯拉朽。要建立的也一定是汉高祖那样的功业，最不济也得是魏武帝曹操。所以我必须要做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咱们匈奴应该效法国祚最长的大汉，况且我还是汉朝的刘氏的外甥，所以匈奴复国的目的是匡复汉室。而刘渊之所以要恢复汉家江山，主要原因其实有2个：一是为了争夺民心，给自己一个逐鹿天下的名分；二是因为刘渊确实有一部分刘家皇族的血统，确实勉强能够称得上是刘家的后代。在大汉立国之初的时候，汉高祖刘邦为了和匈奴和亲，将一位刘家的公主嫁给了匈奴的冒族单于。按照匈奴人的规矩，单于一族姓栾堤，但是单于所有的儿子当中，只有继承单于之位的那个儿子能继续姓栾堤，至于其他的儿子都是随母姓的。而刘渊他们家这一支呢，恰好正是那位汉朝公主的后代，所以就姓母姓，姓刘了。另外呢，按照汉室这边的规矩，凡是投降汉朝的匈奴高级成员都被赐姓为刘，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正是因为祖上的那段关系，导致刘渊他们家的身上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大汉老刘家的血脉。随后不久，永兴元年304年，刘渊在左国城南郊即汉王位，正式建国，定国号为汉，并发表了充满黑色幽默意味的文书，比如在列举先王功业的时候，把汉武帝刘彻暴打匈奴、纵横草原的经历描绘成我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等等等等。此外，刘渊还尽可能地模仿中原政体，置百官和3公，以刘轩为丞相，崔瑀为御史大夫，刘弘为太尉等等。刘渊这一背祖离宗的政治举动看起来是荒谬，但实际上却暗藏玄机。这位汉化颇深的匈奴族首领，有着对汉人的历史以及当时晋末社会的矛盾、政治时局、人心向背等异常深刻的把握。话说回来，新生的国家建立了，此时中原地区诸位司马仍然打得火热，距离八王之乱结束还不知道有多久。刘渊无暇顾及中原格局，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趁着朝廷虚弱，司马愚钝，赶紧抢占地盘。自古秦川帝王相，就算打不下来关中，那也要把黄土高原的要塞都拿下。于是刘渊的匈奴汉开展了密集的军事行动，在黄土高原任一把手时任滨州刺史的司马腾，听说刘渊起兵，旋即派出将领进攻，保卫自己的地盘。只可惜司马腾的部队在山西文水被大败，司马腾没有办法，自己跑路的同时，还把辖区内的百姓和官僚2万人全部打包迁走。这可能只是司马腾众多战败中的一场小败，也只是刘渊众多胜利中的一场小胜，但是这场战斗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昭示着，在损失殆尽了横扫天下的中原部队之后，在极大消耗了各都督地方武装之后，目前晋朝各藩王手里仅存的部队不仅抵抗不了彪悍的鲜卑骑兵，甚至连刚刚组建的匈奴部队也抵抗不了了。此时是304年或者再晚一点，眼下这个时节，虽然匈奴人已经原地造反了，但是还有一股胡人忠心于我大晋，那就是鲜卑人了。
虽然在前几期鲜卑人不当人，又是陀叉邺城，又是肆虐长安，但这本质上都是晋廷高层的内部斗争，都是作为司马越打手的鲜卑人在残酷清洗司马越的政敌们。但是眼下兄弟戏于墙，外御其侮，匈奴人竟然搞出来一个国中之国，这就是鲜卑人不能忍的了。于是每次司马腾大败，或者是到了关键时刻，他都会向幽州王俊求援，然后王俊就会派遣鲜卑人前往山西地区去对抗刘渊。刘渊打司马家的这一群废物确实有一手，但是遇到精兵良将的鲜卑骑兵，那就束手无策了，经常被鲜卑人打的是节节败退，原地跑路。所以在这个阶段，自古帝王乡的滨州大地上发生了这样一幕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景象：一会儿匈奴人自称是大汉，一会儿鲜卑人自称是大晋，为了自古以来的华夏土地打的是你来我往，征战频繁，鸡飞狗跳。但是随着河北山东地区的王弥、石勒等流民军在中原地区闹腾的越来越大，鲜卑人也很难长久的支援山西战场。刘渊的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在并州横冲直撞，不断蚕食。匈奴汉的建武将军刘耀连续攻下太原、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等地，控制了一大片土地，逐渐形成了一方割据势力。元熙2年307年，司马腾再次派司马懿、周良、石仙等人率军讨伐刘渊，试图夺回并州。刘渊为了应对，派遣五牙将军刘钦等6军迎战司马懿，结果匈奴人的部队在对晋朝的作战当中4战4捷，再一次捍卫了自己的国土。司马腾也只好偃旗歇鼓地撤退了。至此为止，司马腾算是彻底放弃了并州，装作一只鸵鸟，眼不见即没有发生，任由刘渊在山西大地上驰骋。此后不久，司马腾被调往了邺城，前往山东、河北地区任职，并州彻底成为了西晋的真空地带。尽管此时上场的第一位胡人领袖刘渊胸怀大志，意图取代司马氏入主中原，问鼎华夏，但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眼下刘渊的这一炮并没有打多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2处，一是并州此处的物质条件实在是太差了，更何况并州已经被司马腾折腾了许多年。另外一个原因就在于，此时刘琨先生已经悄悄北上，并扼住了并州的咽喉。晋怀帝司马炽登基没多久，永嘉元年，刘琨被任命为并州刺史，加镇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面对早已经是匈奴遍地跑的山西，刘琨接受朝廷的重任，几乎是只身一人，准备前去光复并州。战乱和饥荒已经把这个国家毁坏殆尽。刘琨上任的路上，眼见着并州的惨状，痛心又焦急地上表朝廷，请求朝廷给予必要的支持。我们可以透过刘琨的文书，看一下战火之下的并州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间惨剧。他上表中说，我们9月下旬出发，太行山脉崎岖险阻，进入山西腹地的关键要道都被匈奴人把持了，我们只能以少敌众，冒险进军，到达户口关。进入并州之后，遍地都是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在大逃亡。原来的人家十不存二，那些没走的人家卖老婆卖孩子的比比皆是，甚至一些妇女儿童直接被扔在路边等着断气。野外到处是白骨，那饥饿到哭都哭不出来的哀嚎令人悲痛。敌情方面更是艰难，胡兵数10万遍布在山野之中，只要人们迈开脚上路，就马上会遭到抢劫，只要一落单就会死于非命。物资极其短缺，唯有虎口关这个地方还可以买到一些粮食。我们现在守着一座孤城，得不到粮食供给，耕牛已经被杀光了，也找不到农具从事屯垦，可谓是一筹莫展。情况之危急，我已经愁得昼夜寝食不安了。但是这个地方是如此重要，它靠近皇都洛阳，南通河内，东达司冀2州，向北防着匈奴，向西防着羌氐，实在是不敢轻易放弃，否则后患无穷。我申请朝廷火速调集谷米500万斛，绢500万匹，棉500万斤，以解救困局。我相信朋友们就会对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有所理解。如今我们从刘琨的文件中看到他亲眼所见的景象，恐怕所有人心里都会被重重的震撼到。乱世实在是太可悲了。话说回来，刚才我们说到前任并州刺史司马腾
无力抵抗匈奴人，选择把能带走的活人全部迁居到了河北。等到刘琨上任的时候，只有不到2万户人家，而且分不清是胡是汉，到处都是呼啸聚集的盗贼，横行乡里，残忍异常，以至于原先的道路几乎被毁坏殆尽，无路可走。刘琨勉力支撑，在行进的路上招募了1000多人的所谓的军队，且战且走，一路辗转，跌跌撞撞。行进的路上，刘渊发现了这一伙朝廷军，并派军队准备打刘琨，结果刘琨竟然神奇地击败了刘渊，而且作战效果还是异常的好。实在，刘琨终于进驻了晋阳，算是赶在匈奴人彻底控制晋中平原之前，扼守住了这个重镇。而刘渊却只能口嗨，嘴上说着仆子更好，事实上是为了躲避刘琨而选择迁都。晋阳城内府衙、寺院等公共设施早就被焚毁，遍地都是无人认领的尸体。幸存的人由于饥饿、疾病，面无人色，生活在临时搭建的简陋屋棚当中，每日度日如年。满城荆棘丛生，豺狼乱窜，只等着人倒下之后一拥而上。刘琨到了之后，首先是恢复秩序，率领手下人清除荆棘，收葬尸骨，建造府地，修缮市场牢狱。由于物资匮乏，当贼寇轮番来袭的时候，他们只能以城门作为掩护，老百姓劳作的时候总是充满戒备，耕田带着盾牌，耕地带着弓箭。就在这种艰难的境地之下，晋阳作为整个滨州仅存的汉人据点，一点点恢复了正常。刘渊当时驻扎在离石，与刘琨相隔仅300里左右。刘琨还悄悄地派人遣去刘渊的各部落，分化拉拢，离间不同种族部落之间的关系，拆散其联盟。这一招釜底抽薪，甚是好使。实在，刘渊阵营中前来归降的有10000余众，对比一下整个匈奴的兵力，10000余众已经是很大的比例了。因此，刘渊选择暂时避开刘琨的锋芒，迁徙至蒲子，建城而居。至此为止，刘琨终于稍稍遏制了匈奴人的扩张，滨州逐渐达到了一种平衡，即刘琨无力剿灭刘渊，光复滨州，但刘渊也没能耐把刘琨先生歼灭或者是驱逐，双方就这样暂时的僵持了下来。虽然这种僵持没多久就要被打破了。永嘉之乱的时候，王子公孙和豪门大族为了避祸而迁居至江南，空出来的北方大地上山河破碎，只有刘琨始终一人在北地勉力坚守着晋阳孤城。尽管刘琨被评价为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留不住人，但也应当认识到，当晋怀帝被俘虏之后，汉人政权的旗帜就已经轰然倒塌了。没有能够团结凝聚人心的朝廷，人们拔剑四顾，茫然不知所措。有的人以身殉国，有的人渡江南下，有的人投降匈奴，有的人裂土称王，五胡乱华。胡族几乎将北方汉人政权、汉人种族胡搅一空。若非刘琨捍卫晋阳这个最后的据点，吸引火力，扼住咽喉，枕戈待旦，抗击异族侵略，迟滞匈奴吞并中原的步伐，保留了汉人最后一支火种，为大规模汉人南渡创造时机，恐怕亡国灭种的危机就会成为现实，而不是劫后余生的感慨了。在四面楚歌、野兽遍地、血雨腥风的北方中国，刘琨力挽狂澜于既倒，殒命报国，堪称千秋大义。不过眼前在山西大地上，势均力敌的双方选择了对峙，而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完全不亚于滨州的惨烈战争却一刻也没有停下。王弥、王浚、石勒、苟熙要接连上场了。最后我们再来个阴暗小故事，不是连环黑色幽默小故事。虽然刘渊在建国的时候一个劲儿的是蹭大汉的热度，又说自己是大汉的外甥，又说自己是与汉朝约为兄弟，又是要建立汉高祖那样的功业，说什么我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这种地狱笑话。不知道他有没有骗得过自己，但是这话肯定没有骗得过自己的族人。当他去世没几年之后，晋闵帝建兴3年，汉赵的嘉平5年，建元元年5月，汉赵第2个皇帝刘聪再次进攻滨州。虽然匈奴自称是汉朝血脉，但是没钱了，通货紧缩了，物资短缺了，刘聪这个汉的皇帝还是头也不回的把大汉、汉文帝、汉宣帝和薄太后的坟给掘了。这还没完，
当我晋朝廷听说这件事之后，选择火速前往事发地点。原本我以为朝廷会出来收拾局面，继续掩盖埋藏被发掘的先王圣贤的陵墓，没想到我晋选择的是沆瀣一气，同流合污，朋比为奸。我晋的理由是，由于朝廷临时定都长安，草率从事，服饰费用等比较短缺，因此命令将大汉皇陵中被盗贼偷剩下的财物收拾起来，充实我晋国库。我晋永嘉2年，匈奴刘渊正式登基称帝，并发布了非常感人又非常喜人的登基文书，成为五胡里面第一个问鼎皇帝大位的首领。但问题是，为什么刘渊敢冒头第一个称帝呢？或者说，他仅凭着半拉滨州的国土就敢对抗大晋，他有什么资本呢？你还别说，刘渊还有掌握着较为完善的军事力量，名义上是我晋忠臣，实际上是反贼的王俊，以及跟王俊搭班子的，名义上是反贼，实际上是我晋忠诚的鲜卑人。在河北、山东及冀州、青州有3股力量，一股是官二代王弥带领的活不下去的流民军，一股是臭乞丐石勒带领的活不下去的叛军，以及一股专门剿灭他俩的所谓的正规军吐蕃狗西。在滨州扼住晋阳的是大汉刘氏的正经后裔刘琨先生，而跟刘琨对峙的是冒牌大汉的后裔匈奴人刘渊。在洛阳和关中2个大汉旧都黄鱼所在，理论上来说是我晋的核心管辖范围，但是这2处直辖地带却屡屡在匈奴人的威胁之下，是我晋的高级干部子弟。能在刘渊朋友圈的人都不是普通家庭，比如山西王继，比如山东王弥。王弥，山东东来人，家世2000担，也属于高干家庭。平心而论，王弥是西晋腐朽制度的既得利益者，雄厚家庭背景使得他在我晋干点什么都行，但确实不应该出来造反。等到天下大乱、四海鼎沸的时候，有的人压住八王，有的人冷眼旁观，有的人南下渡江，而王弥这个2000担家庭的子弟放弃了高起点，选择俯下身子打入基层，团结联系人民群众，决定跟着一个小县令造反。刘伯根是东莱监县的县令，光熙元年306年，他利用宗教做号召，组织起来万余人起兵反晋。实际上，所谓组织起来的万余人，无非是政治混乱和战火纷飞之下活不下去的老百姓，被迫成为流民军，四处劫虐而已。刘伯根任命王弥为这支队伍的长史，2人一同率领着大军袭击临淄，击退了青州都督高密王司马略前来镇压的军队，取得了一场小胜利。但是不久之后，这支流民队伍就遭遇了创业之初的重大失败。青州刺史、宁北将军王忽大败刘伯根，刘伯根被当场斩杀，含恨下线。按照一般的农民起义套路，一代头目去世之后，这支队伍就应该偃旗歇鼓，就地解散了。幸运的是，这支队伍被王弥承接下来，继续挥发着旺盛的生命力。王弥率领残部退守莱阳东，也就是山东半岛的一处海岛上，当上了海贼王，可谓是领先东晋孙恩 N 个版本。稍事休整，补充兵员之后，王弥重整旗鼓，准备再度出山。不过还没来得及实现理想抱负，兖州刺史苟西之弟苟纯又来清剿这批土匪，不得已，王弥逃进长广山当中，当起了山大王。307年官军退去后，王弥趁机又出山，接下来就是王弥的专场了。实在，王弥每次出来抢劫搜刮，都会做好详细的计划，设定战略战术，号称算无一策。而且除了脑子好使，王弥的体力也很好，经典描述履历过人也出现在了王弥身上。王弥本人是细致和粗犷的结合，他率领的山东大汉呼啸而来，席卷而去，可谓是又领先了梁山好汉 N 个版本，以至于山东人民称他为飞豹。随后王弥就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乱世之中，只要我把你的粮食抢了，我就能活，你就得死。如果不想死也行，那就加入我们的流民军队伍。也正因为如此，王弥在清徐2州劫掠，队伍是越滚越大，堪称是一股破坏力惊人的蝗虫，走到哪儿就是一片焦土。2州的2个太守捍卫国土，均被王弥斩杀。
此时帝国中央的核心人物不是怀帝，而是太傅司马越，他赶紧派居献任东莱太守，以讨伐王弥。但结果还是一样，这个太守又被王弥所杀。本来王弥在山东河南地界已经肆虐的无法制止，俨然是肘腋之患了。但是西晋朝廷或者说司马越决定委派华北平原的大魔王吐蕃苟晞去剿灭王弥。这一举措不仅没有把肘腋之患降级成为戒险之疾，反而直接把王弥升级成了急火攻心。吐蕃这个外号一听就不是善茬。苟晞的出身其实并不怎么好，我们多次聊过，在那个时代，门阀世家几乎垄断了所有教育、文化、仕途等等一系列可以让寒门子弟出头的机会，连二代子弟都卷得不行，更何况出身低微的布衣之士呢？也正因此，晋书中对苟晞青年时期的交代也就寥寥几句话，无非是某年某月他在哪个地方当官，然后他的政绩卓著受到了当地长官的器重。但是乱世是阶梯，八王之乱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这其中也有苟晞。虽然对普通人来说八王之乱是不折不扣的灾难，但是对于苟晞这种有进取心的人来说却是一个机会。像刘琨一样，整个八王之乱期间，苟晞也是看到谁的胳膊粗就归附谁，在跳槽来跳槽去的过程当中，苟晞也实现了升职加薪。简单来过一下，起初苟晞是司马越的参谋，后成为齐王司马囧参军，再成为长沙王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再成为成都王司马颖的北军中侯。注意哦，这时候苟晞已经是禁军高官了哦。最后苟晞又回到司马越一党，在司马越的弟弟司马萧手下任兖州刺史，成为地方大员。而在这个过程中，苟晞见到朝政混乱，心想绝对不能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所以开始大肆巴结朝中的权贵，不拘泥于一党一派。每次打仗获得的战利品，如果有珍宝之类的，就赶紧送往京城洛阳，宁可自己苦一苦，也要让京城里的大人物爽一爽。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苟晞用这种手段，他终于攀上了东海王司马越这棵大树，俩人关系亲密到如胶似漆的地步，最后甚至结拜成了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苟晞渴望建功之心更甚，所以为了树立威望，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一个字：杀。不管是胡人还是汉人，也不论是白身还是官员，只要是稍微触碰一点点法律法规，他就立即处死，以至于到了每天都要杀人的境地。所谓流血成川，人不堪命，所以他获得一个外号叫做吐蕃。等到各地的流民、八王之乱的余孽以及北方的匈奴人在各地趁势揭竿而起之时，西晋王朝因为内耗根本无力镇压。此时在兖州旁边的河北地区起兵的是司马颖的旧部公师藩，并欲图进攻苟晞的兖州，这让摄政的司马越坐不住了，亲自指挥军队讨伐。苟晞此时就是本次战役的前锋。公师藩没有想到，在河北如入无人之境的他，竟然碰上了苟晞这么个硬茬子，不仅在他手里讨不到任何好处，而且最终此战竟然也让公师藩本人也丢了性命。公师藩死之后，跟着公师藩混的吉桑和石勒逃到院中，吉桑顺势承接起了这支队伍的大旗，并开始扩大力量。他任命石勒为服业牙将，让他率领牧人劫掠郡县，并专门去监狱里面招募囚犯，又开专项招聘会，招募山泽中的亡命之徒。石勒招募了一大帮大恶人之后归队，吉桑队伍的力量大大增强。永嘉元年307年，吉桑自称大将军，打着替老领导司马颖诛杀司马越、司马腾二兄弟为名起兵。石勒作为吉桑的前锋，屡建战功，被任命为扫虏将军，封中明亭侯。虽然是伪政权的侯爵，但不管怎么说，石勒从一个杂胡奴隶到侯爷只用了短短的3-4年的光景，可见创业团队的重要性啊。5月，吉桑、石勒进军邺城，也就是上期我们说的吉桑、石勒大破司马腾在邺城的守卫部队。司马腾乘轻骑出逃，被吉桑部将
李丰杀死。报了仇的石勒和吉桑一把火烧了邺城王宫，这个从袁绍时期就开始经营，经过曹家精心建造，历经100余年的建筑，终于毁于一旦。随后吉桑石勒残忍屠杀了邺城军民万余人，劫掠妇女珍宝之后扬长而去。邺城的沦陷让司马越大为惊恐，本来如意算盘打得好好的，让弟弟司马腾在这儿镇守，用以实现对帝国四方的都督和关键战略要地的把控。没想到年富力强的弟弟竟然被一伙流民奴隶给杀了。他立即让苟息出场，负责剿灭吉桑石勒这伙叛军。打了胜仗的吉桑和石勒乘胜追击，又攻陷了山东烙陵，并斩杀了幽州刺史石先。不仅如此，他们还想直接把兖州拿下。当年曹老板在兖州建立基业，我们为什么不行？吉桑和石勒俩人横行兖州，横冲直撞的造型很帅。兖州本地正经的朝廷命官兖州刺史苟息决定再次交由他们2位做人。遭遇吉桑之后，苟息让大部队安营扎寨休息，仅派出1名干部到吉桑军营前，宣传我晋的优良政策，招纳大家投降，号召大家一起建设美丽大晋。苟息仅用心理战就把吉桑队伍的信心击垮，吉桑的部队出逃者甚多。但其实吧，苟息宣传的估计不是大晋的好政策，按照他屠伯的外号，他宣传的应该是威胁政策，凡是不听从朝廷命令的一律三光，这才导致吉桑的队伍瞬间夺起。随后苟息乘胜追击，连续8次攻破吉桑构筑的防线，另有一说是9次，重新夺回了邺城。吉桑石勒大败跑路。这次战斗对吉桑和石勒来说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幸运的是，吉桑石勒在苟息这个家伙面前自己还能捡回一条命，不幸的是部队大部分都报销了，他俩成为了孤家寡人，只能寻入民间，再次组织力量。吉桑石勒一战损失万余人，俩人商量一下之后，认为目前唯一能跟我晋抗衡的是滨州刘渊，人家都称王了，我们这儿还只是一伙流民，于是准备北上滨州投靠大汉。只可惜如意算盘打得响，你吉桑石勒可以借着给司马颖报仇的名义起兵，人家河北还有一伙人借着给被石勒所杀的司马腾的名义起兵，这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起活军。一句话说明起活军的来路。当年司马腾还在滨州的时候打不过刘渊，于是打包席卷了2万余户，率领他们南下冀州逃难求食，这伙难民集团就是起活军。不过此时的起活军还没有什么特别响亮的名头，我们要再等等。40年之后，一名叫做冉闵的起活军领袖会发布一条杀胡令，震动北方。话说回来，在投靠刘渊的过程当中，冀州刺史半道拦截，并再次大败吉桑石勒，两人在溃逃的过程当中走失，石勒逃往乐平方向，而吉桑则是被官军追上，临阵斩杀。吉桑先生也是含恨早早的下线了。石勒惊险地逃到了山西上党地区，而上党地区早有反贼盘踞，反正我晋的地盘上全是反贼，石勒也见怪不怪了。胡人张贝都、冯默突2个人率领1000余名武装力量驻扎在此。石勒投奔他们之后，俩人听说石勒在山东河北的光辉事迹，非常敬重，于是石勒趁势劝张贝都说，大单于刘元海已经起兵讨伐晋朝了，你们俩距离刘渊这么近，又不听从大单于的号令，你觉得就咱们这点人能在山西自保吗？张贝都、冯默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应该不行吧。石勒一拍大腿说，这就对了，既然不能，那还不如带着兵马赶紧入伙，趁着现在行情好，我们还能在大汉混个一官半职。张贝都、冯默突看着石勒，心想，我只是好心收留你，而你这是想把我的部队给卖了的节奏。反过头来一想，石勒这个小子说的话好像又很正确，张冯2人很纠结，于是搞笑的一幕出现了。说不通他俩的石勒决定单骑归顺刘渊，而张贝都、冯默突则率领着数千兵力悄悄地跟在石勒身后，哪有好几千人尾随一个人还叫悄悄跟着的。最后石勒、张贝都、冯默突全部归顺了刘渊。此时还没什么本钱的刘渊出手相当阔绰，虽然自己仅仅是汉王，但是不耽误自己封别人为王。
随后大手一挥，封张备都为钦汉王，石勒为平晋王、辅汉将军。至此，第一个王牌大杀器被刘渊收入麾下。加入大汉的石勒，刘渊让他发挥自己出身地位3.9流都吃得开的特长，专门让他去周边地区招降胡人或流民部落，宣传大汉好政策，建立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抗大晋。另一方面，苟西则是扮演大晋的救火队长，在华北大地上把那些跳得欢的反贼通通收拾了个遍，击公师藩，破吉桑，灭吕朗，讨刘根，败石勒，威名甚盛，以至于当时的人把苟西称之为韩白在世。苟西四处突反贼，也顺利加官进爵。他作为一个没什么政治背景的人，此时已经解锁了万户侯的称号。就这样，在消灭各路反贼的过程当中，吐蕃苟西和飞豹王弥也终于正面遭遇了。王弥再次斩杀了东莱太守之后，意图再次劫掠清徐二州。此时苟西的大部队已经与王弥正面遭遇，苟西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土地。公师藩、吉桑、石勒打不过的苟西，王弥一样束手无策。史书记载，苟西逆击大破之，王弥享受了和吉桑、石勒一样的待遇，部队崩盘了。但是闹革命的人怎么能轻言放弃呢？石勒有石勒的套路，王弥有王弥的玩法。王弥选择退散，继续收拾残部，集结力量，加大对部队的政治宣传，宣传美好的政治前景。随即他的这支部队又恢复了士气。王弥决定再次出山。此时的苟西仍然在兢兢业业的剿匪，听闻王弥死而不僵，于是再次率军进攻。只可惜屡遭消耗的朝廷军在早已成为一片焦土的清徐地区，在连续作战之下已经没有绝对优势了。实在王弥的部队能有效地进行抵抗，苟西进也不能，退也不能，只能对峙。苟西对王弥不能克，但僵持或对峙对于王弥这伙流民军来说并不是好计策。王弥相较于吉桑、石勒有一个好，那就是无论到中原什么地方去，他跑得比谁都快。虽然苟西非常熟知打仗这一套，但是苟西毕竟还是图样，王弥不是地方长官，而是一个流民军首领，决定给苟西传授一点人生的经验。王弥的思路只有一个，哪儿有吃的就去哪儿。一方面苟西不能制止王弥，另一方面王弥也懒得跟苟西在山东对峙，于是王弥的部队开始南征北战，一路南下，分别攻略泰山、鲁国、乔、梁、陈、汝南、颍川、襄城诸郡，打得各地晋军猝不及防。我晋正牌的征东大将军苟西面对假冒的自称征东大将军的王弥，无力制止，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往最危险的地方去。随后流民军攻入重镇许昌，打开了府库，取出武器，完成了流民军的装备换防。自此以后，王弥的部队更是攻城略地，击杀地方守官，数万之众如狼奔使突，朝廷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无力制止。好了，拱卫京畿的两处重镇，邺城被吉桑、石勒突突了，许昌被王弥拿下了，我晋这艘破船也差不多快沉了。劫掠了许昌的王弥，在完成武器装备升级之后，自认为实力满满，于是将目标锁定了首都洛阳。他想直接一竿子推翻晋朝统治。与此同时，刘渊也得到消息，旋即做出反应，派遣刘聪号称率军10万杀向洛阳。西晋朝廷惊恐万分，满朝文武纷纷逃难，洛阳昼夜城门紧闭。此时在洛阳的最高官是司徒王衍，他也勉力进行指挥抵抗，急调各路人马保卫首都。京师洛阳暴露在冰封之下，司马越急忙派左司马王斌率5000甲士火速赶赴洛阳，保卫京师。与此同时，值此危难时刻，司马越也是号召天下兵马亲王，但响应者寥寥无几，只有远在千里之外的凉州刺史张轨响应，派遣凉州都护北宫纯率领1000精兵赶来增援。凉州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地区，距离中原洛阳足足2000里。北宫纯不辞劳苦，率兵火速赶往洛阳。当他抵达洛阳的时候，匈奴的主力已经将京城团团围住，双方隔着护城河对峙。5月，王弥继续进逼洛阳城。
屯兵泾阳门外。王弥和刘渊倚仗人多势众和高昂的士气，向北宫纯所部发起进攻，而北宫纯在城外利用自己的盾甲和重兵武器构筑起结实的防线。刘明军和匈奴人一起冲锋，冲到城门附近，匈奴骑兵乱箭齐发，但无法穿透西凉卫队的盾牌和重铠，任凭王弥和刘聪部队怎么打，也无法攻破这道防线。北宫纯打造的这道钢铁防线成为敌人肉里的钉子，洛阳城里的火炬。时间一长，长期屯兵城外的王弥军队士气逐渐开始低落。北宫纯找准时机，重金犒赏勇士，挑选100多人充当敢死队，朝着王弥的中军杀来。凉州骑兵身披铠甲，手持长矛，带着必死之心冲阵，这架势看起来实在是太吓人了。只有流民土匪的王弥哪儿遭遇过这种坦克突击队的冲锋，他不敢招架，指挥中枢直接崩溃，仓皇而逃。实在被北宫纯冲击而溃败的王弥烧了建春门，仓皇夺路而逃。而北宫纯派遣左卫将军王炳发挥连续作战精神，继续追击，在七里涧再次大败王弥，王弥再次遁逃。匈奴那边，西晋朝廷军队乘此时机对刘聪发起进攻，刘聪的部队在河东大败。至此，第一次洛阳保卫战以暂时的胜利告终。大败之下的王弥损失惨重，回忆起年轻时有交情的刘渊，以及刚刚跟刘聪并肩作战的经历，在他看来，尽管刘渊他是胡人，尽管他僭越称了汉王，但只要能够把晋朝彻底推翻，我就愿意为他效力。于是战败之后的王弥带领着剩余的家当，跨过黄河，北上滨州，加盟了刘渊。刘渊见到王弥异常高兴，拉着王弥的小手一个劲儿地夸，他说：我家列祖刘备先生说了，当年他得到诸葛孔明的辅佐，仿佛如鱼得水一样，如今我得到您这个大土匪的辅助，那简直就像列祖获得孔明一样啊。不知道老刘和诸葛丞相泉下有知，听到他俩这段话，会不会气得当场怒斥：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随着石勒、王弥两大力量的加盟，刘渊信心大涨，实力倍增，于是高高兴兴地即了皇帝位，改元永凤，并再次整饬三军，准备继续掏我晋的心窝，开展第2次洛阳攻坚战。可惜啊，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达。刘渊先生的命运即将走到尽头，并且随着他的离去，直接中断了匈奴的国运。谁也没曾料想到，汉化程度最深的匈奴也染上了我晋宫廷的毛病——内斗。刘渊一死，匈奴汉庭里的政变、颠覆、夺权、内斗随即开打。匈奴在自己民族的七国之乱、八王之乱之下，即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最后来个忠诚小故事。公师藩是成都王司马颖的故将，公师藩起兵的理由是为老领导司马颖报仇雪恨。人死而灯不灭，公师藩起兵闹事的理由似乎确实有点道理。当朝廷派吐蕃狗西斩杀了在河北大地肆虐的公师藩之后，按说这支队伍应该烟消云散了，但是农场主吉桑先生巧妙地承接了这支力量的指挥权，继续率领部队，继续打着为老领导司马颖报仇的名号，继续在冀州肆虐。吉桑石勒攻破邺城之后，尽管司马颖已经入土为安了，但是吉桑或许是真的崇拜老领导，也或许是为了确保合法性，他还是命人把司马颖的棺材从陵墓中重新起了出来，并且开始玩行为艺术，爬到棺材上放声痛哭。不仅如此，吉桑的行为艺术还是连续剧，他没有把成都王司马颖的棺椁长埋地下，而是装上车带在军营里。从此以后，无论大小事情，吉桑都要先对着成都王的棺材汇报一番，然后再出门办事儿。甚至到了最后，在遭遇起火军大军围追堵截下的吉桑，还是坚持要把司马颖带在身边，并在最后被斩杀。而他一直守护的老领导，前镇守邺城的镇北大将军司马颖，不对，是司马颖的尸体和棺材，则被后镇守邺城的司马腾麾下的起火军部众给扔到了井里。直到很多年之后，朝廷才把司马颖的棺椁清理出来，重新下葬。看来在我晋，在兄友弟恭的优良传统下，
即便司马颖、司马腾两兄弟早已双双殒命了，但各自的部下还是会挖出尸体继续内斗啊。308年永嘉2年，是刘渊先生氐族部落的酋长单征刚刚归附刘渊，刘民军首领王弥在一打洛阳之后归附了刘渊。肆虐河北的石勒再被狗西打爆之后也归附了刘渊。在河南、河北、山东、京津等地无处不战的司马家，在动辄投入10几万兵马、不惜血本，投入民力财力厮杀，主体民族严重消耗之后的大晋，眼看着没几口气儿了。但是反过头来看我匈奴，现在王弥、石勒在手，6夷杂胡支持，实在是天命所归。于是乎，刘渊高高兴兴地即了皇帝位。西晋永嘉2年，汉赵永凤元年，刘渊正式登基称帝。从此，匈奴人的战争号角将吹响整个帝国，而中原大地也即将被撕裂开来。登基称帝并不是最终目标，刘渊不是那种朝闻道主义者，过把瘾就爽。他在称帝之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军事战略革新，就如何团结带领杂胡同志们打倒腐朽的晋王朝，重新进行了方案和路径设计。刘渊有鉴于割据以来的许多年，五部匈奴的活动地盘只是滨州这1亩3分地儿，势力范围过于狭窄了。此前吧，想要南下攻打洛阳，但实力尚且不允许；向北经略幽燕吧，在太原还有一个刘琨死扛着。现在好了，五部匈奴有钱了，有人了，于是刘渊开始跳出滨州，着眼于华夏大地。刘渊的发展及东晋战略。此外，他任命刘聪、王弥率领3万人守太行山，并同时开展扩张运动，重点进攻魏郡、吉郡，甚至一口气拿下了黄河边上的顿丘及南下战略。题目：内斗与屠杀。我晋的再次内斗原因有历史和现实2个方面。历史原因上，我们必须把已经下线了好几集的孝惠皇帝司马衷再搬出来。人家傻皇帝司马衷先生干得好好的，从来不过问你们这些强藩和权臣的工作，也没对你们倒行逆施的行为发表过任何意见。你司马越为啥就把可亲可敬的傻皇帝给毒死了呢？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使得朝中相当一部分人表示不满，而且司马越这厮以及狗纯兄弟仅仅依靠少量的兖州地方驻军可以勉强维持山东河北地区的秩序，并且多次击败了名将石勒和王弥的军队。面对战绩斐然的狗西兄弟，东海王司马越感到了强烈的不安。对于东海王司马越而言，虽然自己无力镇压各地起义军，但这并不意味着取得辉煌战果的狗西就有资格掌管兵权。因此，前脚还跟狗西结拜为异父异母的亲兄弟的司马越，后脚就开始做局，多次想要夺取狗西苦心经营的兖州兵权。如此乱世，丢了兵权就等于丢了命。自私到愚蠢的司马越和狗西就因此产生了不共戴天之仇。因此，晋怀帝开始大力支持狗西兄弟，借助狗氏兄弟在兖州的势力，威慑司马越的大后方徐州和青州。同时，怀帝还多次敲打司马越，并散布司马越在工作和治国上的失误，试图以此消解司马越的合法性和权威。不过，还没等到怀帝的牌打完，司马越就懒得装了，直接摊牌了。他怒气冲冲地从荥阳带兵回到首都，以太学为自己的府邸，表示自己不走了，就搁这儿好好的看管皇帝。同时，在3月18日发动政变，派遣士兵突袭皇宫，将怀帝身边的近臣妙印、妙波兄弟等10余名朝中大臣当场抓捕、当场杀害。随后，司马越又以宫廷禁军多次干涉政局，是导致全国战乱的元凶为理由，罢免了皇帝刚刚培养和拉拢的全部中层军官，全部换上了自己人。司马越的政变像以往司马家的前辈一样立竿见影，刚有起色的皇权势力被迅速摧毁，洛阳的君臣斗争以司马越全胜告终。司马越在罢免怀帝任命的苏魏禁军武官之后，这些被皇帝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无以为生，只能泪洒当场，悻悻离去。此举不仅导致禁卫军出现了人才断档，而且还把一些中层军官逼到了汉赵那一方，比如左骑警将军朱旦就投靠了汉赵刘渊，将洛阳周边的防务情况全部透露给了汉赵军队。对于刘渊来说，朱旦带来的消息很有价值，不光是洛阳城防情况，更重要的是新帝登基以来西晋朝廷领导班子的团结情况。
刘渊听完朱旦的汇报之后，认为晋朝中枢溃乱，人心不齐，君臣失和，正是一举拿下洛阳的好机会。而且今年夏天遭遇了极端干旱天气，洛阳的物资极度短缺，同时黄河水尽，可以轻松渡河。于是随即做出命令，大汉全军发兵攻晋。刘渊派出好几路人马，第一路人马是汉汝阴王刘景做总指挥，朱旦为前锋都督，率领5万精兵，可以说是刘渊手里精锐中的精锐。同时他还给刘景加封了灭晋大将军的头衔，希望他能不负自己所望，一灭晋，拿下一个开门红。刘景率领5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黎阳进发，黎阳一战而定，随后便是在黄河边上的延津，再次大败晋军。不过就在此时，刘景应该是步步为营。为了让大军没有后顾之忧，刘聪决定先拿下重镇上党。汉晋版上党战役开打。王令方面，司马越也对壶关口危机很感到震惊，派遣淮南内史王晃、将军施荣、曹超率兵5万赶往太行山救援。渡过黄河后，王晃立功心切，想要快速进军，寻找战机与刘聪进行决战。将军施荣劝他小心为妙。我部兄在山西盘踞多年，熟悉地形，又有粮草供应，应该稳扎稳打，等着刘聪先出击。王晃则认为山地地形对骑兵很不利，匈奴人在这个地形没有有利优势，同时他也懒得跟施荣开班的会议，选择直接给施荣扣帽子。你想延误军机，军法处置吗？施荣没办法，只能跟王带救援的太守增援的淳于琼，两人战败后收拾残兵，跑路到宜阳。就在这个时候，满一族的安营扎寨，只不过宜阳太守袁岩是诈降，他趁刘聪的部队放松警惕，当晚率兵发动进攻，夜袭刘坤，使刘坤成为山西高原上的一座孤岛，仅能自守而已。其次，长平战役重挫司马越军团，斩首俘虏之下，司马越的力量被大大削弱，晋军的羽生力量已经经不起像样的战争。第三，刘聪已经打通了前往洛阳的道路，洛阳不再是险阻重重，而就在目之所及的对岸。匈奴大汉只需要积蓄力量，寻求最后一次一击必胜战机了。现在要回过头来说石勒了，因为石勒比王弥归附刘渊的时间要早，因此在王弥的第一次围困洛阳的时候，石勒已经作为匈奴汉的高级将领一路向北，去收复那些大晋崩盘之后的无主之地了。刘渊称帝之后，授予石勒持节平东大将军，成功的从大晋司马颖的部将摇身变成了大汉的高级干部。石勒除了日常协助王弥进攻太行山以外，他的重心主要是准备向河北发展。第一站还是老景点邺城。石勒由此出发，开启了为匈奴汉拓土攘夷的旅程。石勒首先寇邺城，邺城不战而溃，军民纷纷逃命，主事的官员征北将军何玉更是一枪未发，跑路到魏国。顺便说一句，这个何玉是金谷24友。随后，石勒在邺城西北的三台又俘虏了我晋的一名高级干部魏郡太守王粹。再顺便说一句，这个王粹也是金谷24友。再往后，进攻赵郡，也就是邯郸，又杀了我晋的西部都尉冯通。同样的，石勒不仅锤得我晋官员满头是包，遭遇到老对手起火军，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当年石勒老大哥吉桑就是被起火军干掉的，自己也差点被消灭。所以，当石勒在河北中丘遭遇了起火军，石勒果断出击，起火军首领郝廷、田殷被斩杀。因此功劳显著，刘渊授予石勒安东将军，并给了开府之权。我们都知道开府一从三司的说法，也知道从曹操到司马师都有自己的 buff。开府权意味着石勒不再是仅仅拥有军事指挥权的将领，而是集行政、军事、人事大权于一身的隐形诸侯，有了自己的人马和班子。如果站在未来看现在，从这一刻开始，石勒已经走上了建国的康庄大道。不过，眼下的石勒本着步履不停的精神，继续往纵深发展。冀州本来就是他当年跟着吉桑起兵闹事的地方，说的不能再说了。很快，石勒就把巨鹿、常山两大郡攻了下来，当然也捎带手的斩杀了两郡的守将。石勒在河北不断扩大自己的阵营，实在河北地区安身自保的乌堡
被石勒拿下100余座，队伍人数达到10余万。这种屋堡又称屋壁，是一种民间建造的防卫性建筑，大约形成于王莽天凤年间。当时北方发生饥荒，社会动荡不安，地方豪强为了自保，纷纷修筑屋堡、营壁，主要作用是抵御外敌入侵。在五湖交战的中国北方，兵戈四起，盗匪横行。作为一个普通人，想要留下来、活下去，就需要找到一个既可以解决吃饭问题，又可以保护自己免遭杀戮的生活方式。因此，屋堡、壁垒等屯聚现象应运而生。简言之，五胡之乱之后，一部分走不掉的汉人豪强联合宗族乡党，修建屋堡，据险自守，抵抗残暴的胡人。此外，石勒招降大大小小屋堡的同时，还在统一战线方面做出了创举，建立君子营。什么是君子营？石勒自己是粗人，却知道知识分子，尤其是汉人中的地方豪强领袖的重要性。对于晋朝的地方官，那该杀的就得杀，不杀不足以毁灭晋朝的合法性，不足以震慑地方势力中对我晋还心存幻想的人。但是对于乡贤人物，就不能随便杀了。亿万人物一个一个杀，豪强一个一个剿，屋堡一个一个拆，那得杀到猴年马月去。因此，石勒一路攻城略地，每到一处，便留意招揽当地的名士谋臣，释放善意，宣传和平政策。乱世之中，但凡稍有些心思自保的，甚至更进一步的人，谁都不愿意做忠心待尽的愣头青。汉人豪强、乡贤们在观察了石勒的举动之后，基本上也接受了石勒的橄榄枝，归附石勒。一时间，石勒军中遍及衣冠人物，奴隶出身的石勒便在军中成立了一个君子营，以自比张良的张宾为盟主。其实这儿还有一件趣事，张宾听说匈奴汉的高级将领打到自己这里，也心想要归顺，于是凹了一个很帅的造型，提着剑去石勒军营前，大呼姓名自报家门，要求见石勒。石勒没搭理他，给了个闲散之位，装装样子就算了。等到后来石勒想要占据江汉，没听张宾提出的返回北方的建议，吃了亏，尝了苦头，认识到张宾的能力，才开始对张宾言听计从的。其实在这儿体现了两种逻辑，一个我晋的高级官员的人事任命，上来就先问家世门第如何，高门的给大官，寒门的一边待着去。而胡人石勒这儿，不管张宾和自己是不是一个族，也不管你背景多么深厚，想要我重用你，那你必须做出点成绩来，才会被我认可。读史读到了如此，就应该知道这些物化有多可怕了，也不禁让人感叹，能不拘一格海纳百川的奴隶石勒，其政治天赋有多高。好了，总结一下，我晋在基层的统治完蛋了以后，在河北地区，汉人的地方豪强用脚投票选择了暂时能给他们带来安稳的石勒，张宾就是这帮人中的一个代表。甚至这种合作在后来的100多年里成为了一种惯例。但凡胡人雄主想要做大，鲸吞中原，总会有一批执掌机书的汉人参谋集团深度参与到征伐战争中，例如服大逆的梁师友，北方汉人中的圣贤，鞭挞胡人的野兽，王道霸道双修怪，金刀记总策划王猛先生，再比如赫连勃勃的王乃德先生，慕容家的丰毅，北魏拓跋家的崔浩，文明太后身边的汉人李氏家族等等等等。一句话，是兄弟今晚8点来北方，辅佐各自的胡人领袖，逐鹿中原。话说回来，拉拢完汉人就该拉拢胡人了。石勒以常山为根据地，派人一路北上，给盘踞在山野间的胡人势力带个话：6夷杂胡部落，凡是在规定时间之内投降大汉的，一律封官许愿；顽固不化的，大汉王师降临之日，就是你们死到临头之时。这种一边打一边拉的策略非常好使，中山、博岭等大的郡县也都纷纷投降，远近归附者多达数万人，石勒总兵力达到20万。此时朱旦刚刚投奔刘渊，刘渊正在策划第2次轰轰烈烈的洛阳攻坚战。石勒眼看着我大汉五运昌隆，南边的王弥连战连胜，我这儿也不能掉链子呀。更何况冀州和荆州北面还有一股实力强劲朝廷军，就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北京人，鲜卑人的岳父，西晋朝廷的北境守卫者小剥皮王浚。于是石勒准备北上跟王浚比划比划。
同时，王俊作为晋朝的正经官员，对刘聪、王弥等人对洛阳的威胁也要做出表态，做出意图从幽州支援洛阳的架势。当然，王俊也不是被吓大的。见到石勒亲率10多万大军来袭，王俊命令祁洪为主帅，鲜卑段务务臣为副帅，双方在国际庄附近的飞龙山展开大战。石勒军团虽然人多势众，却暴露出部队扩张太快、训练不足的毛病。而且他的部队是汉羯匈奴组成的混合军团，相互之间的协同作战存在很大问题，根本不是训练有素、配合有序的鲜卑骑兵的对手，一战便大败于鲜卑兵团。石勒喜提他的老领导司马颖的待遇，遭遇鲜卑骑兵，滞后死伤万余人，部队溃败，仓皇而逃。石勒这一仗败得实在太惨，一路狂奔到黎阳，找到刘景建立的根据地，才缓了口气儿。不过石勒打不过的也仅仅只有王俊而已。至于其他晋朝势力，史书明确说了，在退守黎阳之后，石勒依然达成了降30余臂的成就。黎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浚县，向西能进入太行，向南可威胁黄河和洛阳，向东能对抗司马越。看浚县的位置，真的让人有些恍惚。2-3年前，八王之乱中的藩王的部队还在华北打得火热，而仅仅3年之后，黄河北岸就已经看不出朝廷军的动向。以石勒为代表的胡人安营扎寨，大有建立根据地之势。反正北边的王俊确实打不过，于是石勒守着这个宝地，等待着刘渊的命令。而刘渊在忙着干什么呢？他还在打洛阳。现在时间线收束了，刚才讲到刘聪被诈降且夜袭后，选择暂时退却，积蓄力量。恰逢此时，石勒遭遇王俊大败，退守黎阳。于是大汉光文皇帝刘渊再次做出战略规划，集结所有力量，再次进攻洛阳。石勒在黎阳地区率军向东扫荡，阻止幽州和青州、兖州地区的朝廷军救援洛阳。而刘聪、王弥再次率重兵出发，继续进攻洛阳。这次也是5万，不过是5万精骑兵。看样子刘渊先生应该是把家底全部拿出来，准备跟洛阳死磕到底了。10月，匈奴大军没有遭遇大的抵抗，顺利越过黄河，进驻宜阳，距离洛阳仅仅20里。随后总指挥刘聪下令包围洛阳。西晋的帝都像被潮水包围的一座孤岛，艰难地准备抵抗进攻。随后刘渊又挤出一部分兵力，又派大司空呼延义率领数万步兵部队前去支援，准备打攻坚战。很快，总指挥刘聪便到达洛阳城墙下，驻屯于西明门外。刘聪、刘耀、呼延义皆是百战名将，他们的能力绝非1年前刘明军王弥可比的。而且上次王弥一打洛阳的时候，采用的是流窜作案，是游击战术。刘明军的思路是能打就打，打不过就跑。但此次却大大不同了。此次洛阳周围几乎无险可守，重要据点全都被刘聪、石勒等人给拔除了。等于说，此时汉晋战争的前线已经推进至了西晋首都的6环，形势十分危急。所以怀帝和司马越君臣听闻匈奴劲旅来攻的消息后，再次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反过来讲，刘聪、刘耀、王弥等人认为，晋军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守住洛阳就是万幸，只要团团围住，就根本没什么意外发生。不出意外的，再次出现意外了。同样的配方，凉州猛士北宫纯又要让匈奴人难受了。1年前，北宫纯从凉州奔袭1000里救援洛阳，到达前线后目击壮士100人，直接摧毁了王弥的指挥中枢。这次北宫纯又要表演一点花活。北宫纯深知要想击退汉赵大军，绝不可以陷入旷日持久的攻守战中，只能采取先发制人的方式，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削弱其士气，才可能转败为胜。是他不按常理出牌，像上次重挫刘聪、王弥一样，主动出击，趁着夜幕发动夜袭战，有效击杀了匈奴人，重挫匈奴部队的同时，还在战阵中斩杀了汉赵的征虏将军呼延浩。匈奴部队陷入骚动和恐慌之中，总指挥刘聪下令部队撤防到洛水，提示这儿是老乌龟司马懿发誓的地方。没几天，又传出匈奴大将呼延义被手下人刺杀的消息，呼延义的部队全面溃逃，匈奴士气再次挫败。刘渊看到此情此景，虽然损失惨重，
但是却没有多责怪刘聪，于是下令让刘聪班师回朝。不过刘聪此时还是强撑了一口气，他给刘渊建议说，晋军现在虚弱至极，洛阳城防空虚，不能因为2位呼延将军的牺牲而放弃，我请求继续围攻洛阳。刘渊答应了，不过刘聪不知道为何封建迷信上头，决定在再次进攻之前为大军祈福，选择去嵩山上上香，把部队交给平晋将军刘立、冠军将军呼延朗，由他2人暂时都督大军。结果刚走没多久，洛阳城里的司马越琢磨过味来，接受建议，趁匈奴新败再次出击。结果匈奴部队又再次大败，代理大都督冠军将军呼延朗被临阵斩杀，另一个代理负责人刘立害怕军阀处置，直接跳河自杀了。刘聪还在震惊中没反过劲儿来。王弥一看这形势，心想得了，打洛阳今年指定是没戏了，于是劝刘聪说，危城之下连战连败，这次进攻肯定是没希望了，给皇帝打申请撤军吧。刘聪垂头丧气地说，你是合伙加盟人，我爹肯定给你面子，而我是战役总指挥，刘立仅仅是因为部队没看好就吓得自杀了，仗打成这个样子，我得负全责，我可不敢说回师2个字。不过刘渊先生确实是好脾气，颇有人君之风，他也信了封建迷信那一套。有一个老道跟他说，你这2年8字犯冲，辛未年才能拿下洛阳，现在也别使劲了，撤军吧。于是刘渊下令撤军，第2次洛阳攻坚战结束，洛阳再次回归平安。有了2次攻坚经验的汉赵君臣，在战略思想上又进了一步。既然核心大城市洛阳这么难打，不考虑幽州的百京爷王浚，只有洛阳这一处没拿下来，与其死磕洛阳，倒不如完全孤立洛阳，从物质上断绝洛阳一切可联系之处，直接摧毁洛阳是战略目标。那围洛、困洛、弱洛不也一样能实现战略目的吗？本着这样的思路，11月刘渊、刘耀带着5部匈奴的部队回到平阳休整，而王弥则带着自己的流民部队继续扫荡洛阳周边，南出轩辕、颍川、襄城、汝南、南阳等地的流民向来被本地的大户打压，看到王弥的队伍就像看到了亲人，于是纷纷烧毁城邑，捕杀我晋的地方长官，聚众造反，举城投降，归附了王弥。另一边，破坏力同样惊人的石勒也同样是没闲着。匈奴人包围洛阳的时候，石勒率军在武德阻击晋朝的冠军将军梁据，打了几仗下来，梁据发现朝廷应该是没救了，趁着手里还有兵，还不如投降胡人，带资进祖呢。结果石勒竟然不允许，坚持要消灭这股力量，而且杀人之前还要玩行为艺术，把梁据绑了，数落完他的罪行，骂完一通，最后给杀了。当然石勒也不是刘渊那样的人君，攻破武德之后，石勒对投降的晋朝军民1万多人通通活埋坑杀，尽管是反人类罪行，但也是有威慑力的。魏郡太守为求自保，举郡投降。转过年来，石勒、王弥继续落实孤立洛阳的战略，扫荡黄河沿岸。王弥则带着3万人在白马和石勒会合，两股部队渡过黄河，进入山东地界。10载，两股势力共寇徐、豫、兖州。2月份，俩人又杀兖州刺史，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个被杀掉的刺史了。随后，石勒、王弥开始沿着黄河一路向北，甚至又渡过黄河，回到了河北。一通祸害之下，地方秩序再度崩坏，9万人无家可归，只能选择跟随了这俩大土匪。有没有哪位文笔好的小伙伴魂穿一下当前的中国北方，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再造我晋？我一定订阅连载。不过在魂穿之前，我要再补充一个背景。仅仅3-4个月之后，北方出现了比兵祸更可怕的景象——北国蝗灾。10载，幽、兵、司、冀、秦、雍6州蝗灾蔽日，整个华北颗粒无收，以至于蝗虫过境之后，牲口身上的毛都被蝗虫啃食干净，整个北国的物质基础被毁坏殆尽，我晋回天乏术了。7月，匈奴集团继续坚定不移地落实孤立战的总方针，集结重兵围攻黄河沿岸重镇河内郡。提示：这里是老乌龟司马懿的老家。10载，匈奴汉的楚王刘聪、始安王刘耀、镇东大将军石勒、安北大将军刘越、平北大将军王桑全部参与到攻克温县的战斗中。最终结果是
西晋前来救援的将军宋抽部队大败，本人被杀。河内太守裴整被本地人抓了，投降匈奴汉。河内郡分裂成两半，一半是由匈奴汉控制，另外一半是遍布在河内郡的大大小小的乌堡。孤立战取得明显成效，洛阳周围再度被削弱。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重大变故发生了。大汉光文皇帝刘渊重病不起，快不行了。天下有变的紧急时刻，所有匈奴汉的高级干部和将领全部停止任何行动，汉室成员全部火速赶往滨州首都，参与权力交接。最后，我们分享一点刘渊的故事。自从五胡乱华以来，突破底线、泯灭人性的事情，我们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正如三王举义的时候，孙惠劝诫齐王司马囧时说的那样，自永熙以来，实在有一，人不见得，只有杀戮。王公大族、皇室骨肉、地方藩王、后宫妃子，连同中央禁军、地方部队、民间豪强、细民百姓，以及那些佃农、胡人等全社会、全阶层，所有人都在炼狱一般的绞肉机之下，遭遇肉身横死，道义泯灭。纵观历朝历代，国家之祸乱、至亲之残杀，未曾像近日一样酷烈的。在人不见得的永嘉年间，刘渊先生的一个举动却让人心情复杂。刚才我们说，二打洛阳的时候，刘渊以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担任进攻洛阳主力。刘景先攻克黎阳，又在延津击败晋将王堪。不过或许整个汉国只有刘渊一人自认为是问鼎中原的大皇帝，认为中原治下的百姓皆为他的子民，而他的部下将领们却只想着兴复匈奴大业，把晋朝人民当成是可以随意杀戮的奴隶。此次担任主力的大将刘景就在占领延津后进行大屠杀，命令将当地3万多百姓沉河淹死。刘渊知道之后暴跳如雷，大声骂道：刘景有何颜面见我？我们只是想消灭司马氏，人民有什么罪过？随后立即解除了刘景的指挥权，转由刘聪担任总指挥，部队停止进攻，返回后方，匈奴5部全军整顿，严肃纪律。被降级为平鲁将军的刘景当然也还在军中任职，不过再也没见他担任汉军指挥员。刘渊死之前，刘景一直在刘聪的节制之下。刘渊之人让人唏嘘。五胡16国诞生了无数杀人不眨眼的胡人暴君，可是唯一能施行仁政的几个人，一个刘渊是精神上的汉人，一个苻坚坚称自己就是汉人。他们都在努力地扮演好一个合格皇帝应该展现的特质，可是在史学意义上，又分明正是刘渊开启了五胡乱华的末世时代。假如晋朝政治清明，或许刘渊会在我晋的一个闲散职务上养老到死，但老天却偏偏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的雄心壮志能够得到施展。可是这一切又来得那么迟，30年光阴已经蹉跎，建立宏图伟业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是强弩之末。老天给了他推翻旧时代的机会，却没有给他制定国策、施展仁义、梳理苛政的时间。最终，随着刘渊的溘然长逝，汉赵帝国像他坚持的仁义一样，宛如昙花一现，很快便消失在了历史深处。其实最可惜的是刘渊呢。